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哥啊。强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比特币7月24号左右破了之前的那个55000的大关，真正的往上窜了啊，直接干到了差不多快7万的新高峰。虽然目前有回跌，但毕竟也是站了一个新台阶啊。这种波动嘛，也是能理解的。现在市面上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佬主控，咱们这些小散户啊，怎么才能小本生意做起，慢慢的把钱包赚得鼓起来了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门道啊，从心态调整到实际操作的一些实际案例，强哥在这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。就算你以前对比特币、加密货币这些一窍不通，也不要担心，这期视频我保证你能学到不少真金白银的东西。想赚钱又怕错过的机会的朋友们啊，注意了！这视频你得耐心的看完，保证让你收获满满，不让自己成为那个错过财富列车的人。不过话还是得说清楚啊，本视频不算投资建议，赚了是你们的本事，亏了可别来找我啊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吧，说点正经的。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碰过数字货币没有？不管你赚没赚过100万，我这期视频啊，主要是给那些还没有实现小目标的朋友们准备的啊。如果你觉得100万不过如此，那你也可以先撤了啊，算是大神了。我这边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。接下来咱们就要扪心自问几个问题：我们有没有赚过100万？不管你是省吃俭用攒的也好，还是辛苦苦搬砖的也好，还是天降横财一次进账的，都会算数啊。你得先确认一下自己是否曾经手握7位数的资产。要是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恭喜你，在币圈再赚个100万，可能就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。当然了，没赚过的朋友也别灰心啊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办法用小钱生大钱，只是说可能你需要跨过那几道坎儿。咱们常说的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对吧？就像天天喊着要买房，但真正行动起来非告诉你他正在考虑哪个楼盘，或者说手上的现金还差多少，一直在观望盘桓中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过百万富翁的滋味，那我们就得先要有个清醒的认识。100万目前对我来说是认知的边界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要拓宽你的认知边界，让赚100万这件事情从遥不可及变成触手可及。说简单一点，就是得学习、得琢磨，还有一个实践。首先你得数数兜里还有多少钱。咱们假设你能拿出10万来投资，现在如果你梦想还在比特币这轮大牛市中赚它个100万，那其实就是想让这10万变100万，翻个10倍嘛，再往前求求。如果比特币在2025年下半年冲到牛市的顶峰，那你就在这1年半里面用加密货币把这10万变成100万。说真的，在币圈翻10倍真不算大新闻，我也见过翻100倍的都有。不过呢，首先得跟你打个预防针，如果你之前什么都没碰，比如股票、基金类，别一听到这个数字啊就吓得不得了，觉得强哥是不是在吹牛？1年半翻10倍，年化的收益率听起来也肯定很吓人了，差不多有700%了，对吧？不是让你一股脑儿把10万全部砸进某个币里面，赌它疯狂的增长。咱们得理智一点，先定个小目标，看看你到底想赚多少。也许你没有那么贪心，只想通过加密货币在这1年半多赚个10万，解决目前自己的生活困境也好，让自己小金库多一点也好，那这个事情就简单多了，是不是？总之我们要先明确自己的目标，我们再往下面聊。说起来啊，我认识的那些交易高手挺有意思的现象，因为在我接触或朋友给我推荐介绍的朋友当中，都很有这么一个现象，那就是他们的人很多都是8加9的年纪了。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个是真的事件。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聊过，我有郑州做生意的朋友，也是在很早以前就在做币圈的一个圈子，包括他认识的一些朋友，对吧？都是一起见过面、喝过酒、聊过天的，是不是？币圈嘛，外面的人看着就像赚快钱的地方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加密货币是个潜力股啊，但也得承认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懂它，甚至觉得它是诈骗，这个也很正常，也能理解。不过呢，随着年轻的人越来越多，老一辈慢慢的退场，这圈子肯定是什么会越来越大，是不是？时代的进步总会随着老年人的退化，年轻人的要跟
跟上时代的脚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谁不想躺着赚钱的，少干点活的，是不是？现在的和平年代，除了和同龄人比比，我们还有什么大梦想呢？就是把日子过得舒坦一点，有余力再帮帮别人，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就很圆满了？有点扯远了啊，咱们还是回到正题吧。为啥说很多8+9？这里指的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财力的群体在币圈更容易赚到钱呢？原因有2个：一来他们习惯了赚快钱，对市场的波动和机会更敏感；二来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早就赚过100万了，是不是？对这笔钱有概念，知道怎么赚去获得的，这种心态上的优势让他们在投资的时候更加的从容不迫。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句，虽然他们赚得多，但往往也是沉不住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圈子里面诱惑太大了，太多了，所以你也不要羡慕他们，更不用非得去当什么8+9。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概念啊。咱们要讲的是如何用我们的小钱在币圈里翻出过大浪花来。说的方法首先得明确一点，别指望靠一个项目就赚个本金的10倍，那太难了，风险也高得很吓人的。就像你全副身家压在比特币上，是不是想它一下子冲上天，那简直就是跟赌博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新闻里面说的那些大佬大买比特币啊，人家那是有策略的，不是咱们的这种小散户能随便模仿的。我们得现实一点，假设你本金就10万，那咱们就得找找看哪些方式能让这10万变20万，变50万，甚至更多。稳定币放货直接压稳定币，还有比特币的现货，这些虽然稳妥，但想要翻10倍那确实很难的，除非你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能精准把握市场的波动，否则还是别想的太多了，对吧？所以要记住啊，人家大佬投资稳定币和大饼，那是因为人家的资金量和我们的不同，别人能承受的风险也比我们大。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我们怎么用小钱变大钱，所以我们得找那些潜力大的、风险相对可控的项目，不要一股脑儿的全部压在比特币上，这样做的风险就太高了。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比特币它还是占 No.1 第一的，但是它的风险也是还是有的。所以总之啊，想要在币圈赚钱，得有耐心、有策略，还得有颗平常的心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心态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要我们老想着一步登天，要慢慢来，稳扎稳打才是王道。那比特币是不是也差不多？它也是占了币圈现在的老二。如果2025年下半年你现在进场你要它到10万美金也是不可能的，不过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币圈是有周期性的，只是短时间比较困难就是了。既然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别把资金放在那里了，我们应该放在哪里？首先，如果你是新手，你要有一个意识，咱们就是回报与风险成正比，极度简化这个意识，你可以这样认为。当然这是非常简化的公式我只是方便大伙儿理解而已。如果在回报比及风险不变的状况下，资金越小，往往风险越大。这时候小伙伴可能想说，这资金跟风险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资金小，你的选择就比较少。我说的目标是从10万翻到100万的情况，你想要狂翻倍那就很难。如果分散投资，比如说你分10条路，跟你分3条路，这投的报率是不一样的。假设你10条路均分资金，即便其中1条暴击了，那也是100倍的暴击，你才能赚到本金的10倍。所以我才说，如果你希望回报不变，但资金很少，风险也相对比较会高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选择。这样说小伙伴们应该明白了啊。当时呢，我朋友是怎么赚到1桶金的，是因为他初始资金也是差不多20万吧。当初的事情缘由是这样的，曾经他也是乱打合约，而且是 LN 合约。那时候他觉得现货搞小的肥龙的太慢了，就要直接来快的，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想一口吃个金娃娃出来，把心脏比盆还要大。开始他是挺顺利的，从10多万玩到20-30万，后来又玩到30多万，最后上头了，一直离市操作直至归零。所以用钱买到的经验，所以强哥在这里特别建议你们别去碰。当时这个朋友已经有教训给我们大家演示过了实际案例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输完了本金，对不对？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他没有碰合约大家都知道啊，所以话又会说回来啊。差不多我这个朋友吧，在本金输完过后有大半年没有碰这些东西了，不管是币圈也好，那时候他在干什么，都是每天都在看盘，也是让他自己静一静。后来经过差不多1年后，心情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手上的资金呢又有一点了，他后来就再一次砸了10万进来。这一次呢和第一次不一样了他就开始研究不同的赛道，
还有不会再贪吃鱼头跟鱼尾一起都想吃。这里说的是不只是活跃啊，无论当时他玩的 NFT 还是一些现货，他都是不期望可以炒到最低的，也不期望能买到最高的，因为知道我们终究是平凡人，没有办法真的得到最开始的消息，也没有办法知道大户真正的货的地方，只是顺着他自己的目标一点一点的往上爬。先从活跃说吧，坚持了自己的原则，他只做2种行情，一个是波段，也就是横向盘的整体走势；二是突破单。做突破单就代表不会是在炒最低，当然也不会10万全下活跃，风险非常高，而且活跃基本只玩老大老二，因为你倍数下去，它涨幅其实都不小，小币的活跃波动也很大。当然不是不能玩，如果能抓到单边行情，肯定是可以更快，只是你不要贪，一定是要赚。什么盈亏比啊1:10不是没有，只是通常币圈的行情，如果要暴涨的话，时间都不会拉得太长，所以你不要硬是赌某一个币，你可能就是买了10倍，那算你走运。但是你不要觉得每一个币在牛市都会一定涨到10倍。所以他当年快要到牛尾的时候，用10万基本上赚了60万吧，就进入熊市了。开始崩溃的时候呢，那真的是更容易了。所以反过来说，牛市做突破单也会是差不多的道理。我们看一下20年的行情，几乎连涨10几天内，甚至有1个月的只有8天是阴线的，而且也不是多大的跌幅，你随便买都能赚，哪有可能赚不到钱的？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法吧。你要是在1年半内把本金都翻了好几倍，那铁定就是哪里有钱往哪里跑，对不对？不用觉得一定要当第一批的，也不要当最后一批的，都没什么事。那这样的顺序其实也不难抓，第一批一定是本来就会深入研究币圈的人，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进入这行，那肯定是会对币圈经过深入研究的，不管它的币种也好，它的行情也好，这是最基本的，肯定要研究熟悉透，那我们才开始投入。那第2批就是会在社群讨论的人，第3批那肯定就是看新闻看自媒体的人，最后一批就是看传统媒体，或者是你看了1周甚至1个月的影片才开始思考怎么操作的人。那这最后的人肯定基本上都是没得赚的，因为有朋友这些真实案例，我才能分享实际的干货，是吧？币圈1天人间10年，人家有这样说过，1天里面可以让很多人大起大落。所以接受到了这个行业的第一时间的消息，才最有可能赚到钱。好了，那有关活跃的部分我们最后再提一点啊，不要跟单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不要跟单。这里所谓的跟单是交易所里面类似的那种，就是内部它本来就设有这个系统啊，跟单系统。你绝对不要觉得这个系统超级厉害，你看人家大神都开单，我们跟着开单就可以赚钱。当时朋友他们玩的这也是有一帮人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微信群的，曾经也是有这种误入歧途的，还推荐给很多一些小白走进，也是跟单的一个吸钱黑洞。因为他们当时在测试了1个月后，确实觉得也是有钱赚的，所以才推荐了他们一些圈子里面的一些刚接触行业的小白，不管是谁带单都非常有可能出现问题。比如之前闹得很火的台湾的逼春科跟单事件，大家去看看就明白了啊。强哥在这里就不多做评论了。总的来说呢，就算带单的人再牛，咱们也别一股脑的把钱全投进去冒险。除了玩活跃，币圈里面其他宝藏也值得咱们去挖掘的，比如现在的 NFT、泰达币，现在正火的铭文，还有一些即将上线的符文，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好东西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有点基础知识的才行，一旦上手还是可以赚到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老是盯着一个项目不放，龙头的项目买不到，买老2买3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奥迪涨得那么猛，那时候朋友就是抓对了 NFT 的风口，一个项目就让它翻了10倍。现在的市场更成熟了，玩法也多了，也比较透明了，像比特币2层网络的新趋势，我们都可以去关注。喜欢币圈赚钱渠道的小伙伴们，请别忘了你们订阅强哥的频道哦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币圈的新机会啊。还有啊，钱就是稍微多了点，比如滚到30万了，那就得考虑分散投资了。原来只能投3个项目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投10个了？甚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加大投入，对不对？不过要记住啊，币圈虽然怕卖飞，但主要是针对大饼现货，所以那么多项目呢，飞了一个还有下一个，别把自己的心情搞坏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要说投资界了，就算我们平常正常的生活中，如果一大早起来，对吧？举个例，你跟爱人吵架了，跟孩子闹矛盾了，
那都会影响整天的心情，不管你工作的状态也好，或者跟人交流也好，对吧？是不是有可能一上午你的心情都非常糟糕？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拿着平常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个项目，不要把刚才强哥说的鱼头跟鱼尾整条都想吃下，对不对？不想炒最低的卖最高的，天上没有那么多馅饼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一个平常心态去深入了解学习，持之以恒的投入一点小钱，让自己的小金库慢慢涨起来。老话说得很好的啊，小钱是靠慢慢累积的，你也很快能赚到100万。那到时候目标是不是可以定更大了，1000万甚至更高？当然这过程肯定是会有很多挫折的，由10万变5万，那这个时候也就不要急着回本了，心态要好了，我们要再去深入行情学习了，反复推敲，再来实践。要知道钱没了再赚就是，心态没了人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了。牛市的时候呢，快乐是熊市的好几倍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最后强哥祝大家都在牛市里能把本金翻几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跟着强哥一起学习数字货币更多的实战经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。